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爱的加密研究所。今天呢，我们用一个新的看盘平台我会带你从零学会用一个对新手非常友好的看盘工具 TradingView。有了这个工具呢，不管你是炒币、炒股、看期货或外汇，这套流程都能立即上手看完你就能找到标，看K 线加指标画线，并把交易计划画在图上。好，在开始之前呢，记得看下方描述栏，我放了注册链接和邀请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注册。好，为什么要用 TradingView 呢？ TradingView 它也是一个交易视图全球最多人用的看盘平台，覆盖股票、期货、外汇、加密货币，历史数据完整，指标丰富，支持自定义脚本，免费版就能满足 90% 的新手需求，操作界面直观，它就像一个强大的放大镜，帮你看清价格什么时候能停，价格什么时候可能停，帮你看清价格什么时候可能停，反弹或继续走。打开视频下方的 View 链接，确定页面左上角显示的是这一个 View 的这一个，点击我们右上角的这一个头像图标注册登录。图标的左侧这是一个语言的一个切换中英文这里面都有。好，我们直接点这个简体中文如果在你那边是使用日本语言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语言这里面自行的选择好，切换到简体中文之后，我可以看到这边它的文字就是我们这一个中文的一个界面了。好，我们再点这个登录头像，登录进来。好，如果我们进来它还是一个英文界面，登录进来，我们这里点这个头像头像下边有一个语言的选择。好，我们这边后面我们可以自行来选择这一个语言。好，登录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它有它顶部是一个菜单栏顶部菜单栏的选择产品。好，我这里使用的它的是一个电脑版的。好，如果你想下载一个手机版本的，好，页面这边点着更多，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有电脑版，有移动的 APP。好，只要扫描这一个二维码就可以安装。刚刚学的朋友建议先用它的这一个免费版本。好，后面真的需要更多图表或警报再升级也不迟。有一个产品的价格它的升级付费之后，它的标签页它就有2个图表的，有4个图表、8个图表、16个图表的好，进入主页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页面的一个布局。好，顶部的第一个它是搜索框，第二个是时间比如说我们想看1秒、5秒、10分钟、1个小时的、2个小时，这边都可以看好，第三个是一个指标的按钮第四个是创建警报第5个这里是回放。好，中间这一块最大的这一个区域呢，是我们的一个 K 线图我们主要看的地方。左侧栏它是一个画线通道文字等绘图工具它的右侧面板是自行选择的一个行情列表、指标设置等比如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可以在输入框输入你想看的比如说 BTC、USDT 你要看的一个交易所版本里面有股票、基金、期货、外汇加密货币、指数债券、经济期权。好，里面的主题我们也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暗色或者是一个亮色建议在夜间的时候看盘用暗色，白天用亮色，这样眼睛更舒服。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时间周期怎么选。时间周期比如说我们想看一个1个小时周期的或者是想看一个15分钟的，或者是2个小时，或者是日线1日、1周、1个月。好，如果你找大方向建议选择用4小时或者是日线如果你是想找一个入场就用个15分钟的
或者是1个小时。好，我们先看大图确定方向，再看小图找时机。好，我们常用的图形切换，这上面也可以切换，再点击这2根蜡烛这边 K 线图。好，有蜡烛图、线形图、空心 K 线图等等。好，我们最常用的还是这个 K 线图。好，颜色呢，我们怎么来看呢？好，先把它放大。好，绿色的代表它的一个上涨。好，颜色通常为绿涨红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指标，我们该怎么设置呢？好，点击这个顶部的指标按钮。好，这里有一个搜索框，搜 MA 移动平均线。好，这里有一个平滑移动平均线。好，这个呢，它是帮你看这一个趋势的一个方向啊。好，在这个指标这一栏呢，好，我们先看我们的左侧这一栏。左侧这一栏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分类啊，比如说我的脚本啊，就像你手机里存的常用话术模板，把自己常用的改过的指标策略专门存在这儿啊，下次想用直接调，不用每次重新找啊，这边可以自己创建一个脚本啊。好，第二个是一个仅限邀请，它是一个相当于私密小圈子啊，平台上厉害的人分享的独家策略，不是谁都能看，得对方邀请你，给你权限才能看到和用。好，这下面一个已购买，它是你花钱买的指标策略都在这儿归类放着，跟你购物软件里的我的订单一个逻辑，方便你自己花钱买的工具，好，随时都能找到。好，下面这个是内置的一个分类啊，平台免费送你的炒股武器库技术指标啊，也就是看盘炒股最常用的晴雨表，像移动平均线、MA、MCD 这些都是用数学公式算出来，帮你判断股价趋势、买卖信号。好，新手入门先学这些基本面，这是研究公司底子。比如看公司挣不挣钱，行业地位咋样，有没有策略支持，属于长线投资要看的硬实力啊，适合想拿住股票长期持有的朋友。好，它里面也有损益表，有总收益啊、毛利润这些费用、资产、现金流统计的一个数据啊。在下面来是一个社区。社区呢，它是股民交流的一个广场啊，也是找灵感的地方啊。编辑精选呢，平台帮你筛选优质内容啊，向厉害的博主分析经典策略，编辑觉得有用才会放在这儿，相当于炒股干货精选集。好，没时间自己找的话，直接看这个最热、当下最火、讨论最多的这一个指标和策略。市场最近流行啥玩法？大家都在聊啥工具？点这儿看，跟上炒股潮流，知道最近啥策略吃香。好，热门呢，它是比最热范围广点儿，是近期热度高、被很多人用的内容。除了策略，可能还有实时行情解读、热点事件分析。想凑热闹找话题就逛这儿。好，下面一个是保存啊，这个是你在社区看到觉得有用的策略指标，点保存就会存到这儿，跟浏览器收藏夹一样，方便你回头慢慢研究，不怕刷着就找不到了。简单来说，左侧这一栏呢，它就是把炒股要用的工具策略按自己的平台给的大家聊的分类放好，找起来清楚，用着也方便，新手不用慌，挨个点开瞅瞅，慢慢就熟了。好，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一个技术指标，这个是我常用到的啊，这是我们常用的啊，这个是聚焦交易软件里超关键的一个指标，衡量标准和策略板块。好，技术指标呢，就相当于行情的透视镜，像我们的这个 MACD 策略啊，它就像一个行情的情绪检测器，由快线、慢线和红绿柱组成。好，这里点这个指标，搜索栏里搜索 MA， 好，这里就会弹出一个技术指标。
好，新手朋友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下面这个 MACD 策略。好，添加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有这一个策略的一个报告，还有这一个 MA 移动的一个平均线。好，你可以添加它的一个成交量。好，添加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图上有线条和下方的指标仓格。好 ，MA 平均线呢，它是一个把价格平滑，帮你看趋势方向。好，这个 MACD 呢，它是帮你看短期和长期的力量对比，判断动能。好，在我们的这一个右侧这里可以选择看比如说我们想看股票啊，看期货啊，外汇，还有加密货币啊。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以太坊下面也有这个 BTC/USDT 这个也是加密货币的币安里面的如果你想看其他的一些我们这里可以添加这一个商品的一个代码直接点这一个加号这边就有股票有基金、期货、外汇、加密货币、指数、债券经济、期权这里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一个加密货币的 BTC/USDT 点这个更改坐标货币我们也可以这边更改它的一个坐标比如说你想看阿富汗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它的一个布局的话，这里也可以这下面有各种的一个布局比如说我们想用这个如果你想导出这一个数据这边它有一个未命名，这里有一个导出图表数据你也可以重新创建一个新布局后面这个它是搜索工具或者是功能的一个窗口如果你想把它放到最大点击这一个最大化仓格双击它就已经放到最大了，我们看起来它就会更方便一些，它就更大看得也更清楚如果你点进来是这样的一个页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它的一个完整图完整图可以在这一个超级图表上查看直接点这一个点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添加它的一些指标或者是它的一个商品代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一个画图的标记工具的一个使用方法。这里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些工具呢，它能更直观地判断支撑、阻力、趋势方向和入场位置。我们先看最上面的工具第一块这一个它是光标样式在我们左上角这里可以选择常用的光标样式默认的它是一个十字的光标的一个样式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圆头的或者是一个箭头方向的这个有荧光笔荧光笔是这样的一个圆点这边我们还是默认用这一个十字，因为十字用于精准读取时间和坐标和价格坐标，适合看 K 线的具体点位。圆点和箭头它适合在图上标注关键 K 线或信号点这边用到最多的最常用的我们就是用这个十字的这一个标记完了之后第二个它是一个趋势线也是它的一个延长线、水平线、色线这里集合了各种基础线条、趋势线、色线、长线、水平线、垂直线以及一些常用的通道工具它们都是判断多空和制定策略时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在这一个 K 线图的这个日线上面这里我刚刚点了一下，这里也可以不要把它删除掉，这里有个删除不小心把它点一下的话，把它删除就好了。我们再来，比如说我们用这一个趋势线，在这一个趋势线的这个下方，这个是比特币的一天的这一个趋势我们可以把明显的点位连接到后续的点位的高点比如说我们从最低的一个点位这里最低的这一个点位连接到最高的这一个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里的低点和最高点这个是
当价格回踩到这条上升趋势线附近，但没有跌破时，通常被视用为加仓的机会。若被有效跌破，则可能转为下跌或震荡。比如说它这边已经下跌下来了，有一个震荡的趋势啊。如果你担心这一个颜色的话，和别的颜色是一样的，自己都看不清楚了，不知道分不清哪个是哪一个了。好，我们点击这里，点击这个笔，它还有其他的一个颜色可以更改它的颜色与粗细。比如说我们想改成一个黑色的，它是已经变成黑色的了。如果你想把它删除掉，不需要这个这里点击这个移除它就没有了。这一条延长线呢，它是当你希望趋势线自动向右延伸比如说趋势向右延伸覆盖未来区域省去每次手动拖动的麻烦，就可以用这个延长线画法呢，它与趋势的线条是一个类似的但两端会自动无限延长，延伸到图表的边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就自动延伸到图表的边界线上了。这个它适合标注长期支柱、阻力或者是长期趋势方向，视觉上更容易判断未来价格与趋势线的相对关系。需要去除时直接点击撤销这里有个撤销移除键即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射线。射线和水平线呢，它是寻找支撑和阻力的一个利器。比如说在一个关键的价格部位，例如曾多次触碰并反弹的价格，可以画一条这一个水平线这里就可以画一条记得把水平线设为日线或你当前观察的周期。周期也就是这个可见的范围比如说1日我们就选这一个它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的一个日线，以便于我们的观察。当价格回到这条水平线附近，可以先观察是否守稳，如果稳住测试并反弹，可以考虑在该位接现货或开多单。若出现有效跌破并确定下行则要谨慎，可能需要止损或退场。射线向右延伸的水平线可以把过去的关键价位或投射到未来，便于回测和后续观察。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平衡，先把这个关掉。好，平行通道呢，它是如果一段行情在斜向通道内运行上升或下跌，所以使用平行通道把上下边界框出来，非常的直观。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斐波那契这个是另一类的常用工具名字听起来复杂，但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在一个完整波段，比如说从明显低点到明显高点，使用斐波回测工具从起点拖到终点，系统会自动标出常用回测位这个用途呢，就是这些回测位常被用来寻找回调支撑或潜在反弹点比如说在一段行情中，把斐波从低点拖到高点，观察价格回调是否在附近获得支撑，有没有反转的一个信号斐波工具可以用在涨势从低到高，也可以用在跌势从高到低，方向决定了回测显示的一个逻辑。好，这个颜色建议用一个淡色因为它的色调比较多。好，这些划线工具呢，使用本质上是主观工具，它们帮助我们结构化判断，但不是绝对的价格法则划线时尽量遵守少而精的一个原则，标出最关键的趋势线、通道和几条支撑阻力线即可，避免过多杂乱线条导致判断混乱好，在实盘交易时，结合成交量、K 线形态或其他的确认指标一起使用，划线信号会更可靠。画好线后，把线的颜色或样式标准化，建立属于自己的标注体系，长期看会提高判图的一个速度。
好，我们的手机版的话，它与桌面的图也没什么差异啊，但是操作它是以屏幕为主，适合随时盯盘看图，它会更方便一些啊。这个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啊。一般新手可能会想，要不要马上升级付费啊？这个不用着急，免费版的够你学会并实践了，除非你需要同屏多个图或高级报警。啊，有的朋友可能也会问，跟着线就能赚钱吗？这个线它只是一个工具啊，风险管理和纪律更重要啊。我们一定要先设止损啊，它只是一个补助的一个工具啊。确定盈亏啊比较合理，再去交易所下单啊。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好，这里我们是先认识一些简单的工具使用方法。从注册界面认识到常用的指标到划线。好，我的视频下方呢有我的常用的一个交易所的注册链接和邀请码，点进去试试看，把你最常用的一个品种，比如说 BTC、加密货币、币安、以太坊，照着我讲的步骤练一次，每天做成例行功课，你会越来越有感觉。好，朋友们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再见。